看这没事啊，看这经济，全部都是出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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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也出租，出租，出租。早上出去吃了一顿饭，就看到这么多的出租房啊！这么好的地段，房子全部关门，没人，一个人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，是聊城昔日最繁华的一条街——五星百货的地上的步行街。原来这里是小吃一条街啊！你看现在店面全部都倒闭了。你看那家也是关门大吉了，还有那边也有2家也倒闭了。你后边这里也关门了。这个店铺已经往外出租了6个多月了，还没有租出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你没看错，这里是山东聊城，民众只是正常出门就能看到街上几乎是所有的店铺都在集房出售，这是不是说明大陆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？然而呢，官方却是置之不理，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忙着花大钱进行第4次的阅兵。下周呢，中方将隆重地举行纪念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。中国和苏联分别作为第2次世界大战亚洲和欧洲的主战场，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，为赢得2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。这段视频传出以后呢，不少人在无奈之余不禁调侃习近平，细说他是不是打了返老还童针。因为与之前相比呢，他的气色似乎是好了很多，而且呢，整个人看上去也不那么浮肿了。坊间传说习近平曾经拨款了上亿美金，就是想要找到长生不老的方法。但是即便是当年的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，也没有能逃脱命运的安排，更何况是在中共统治之下只想保住自己权位的人，又怎能逃出生死的框框呢？另外呢，有关习近平有替身的传闻在海外呢也是早有流传，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真的出问题了。认真对比官媒公开的画面，真假习近平在身体与肢体动作上是有差异的。例如呢，像是稍早在俄罗斯的阅兵，习近平和普丁谈笑风生的画面曾经引起了外界的关注，网友们质疑他们2人都是替身。其中呢，习近平原本是频繁摇头的病症，似乎也是一夕之间痊愈了，而且呢，当时访俄夫人彭丽媛也没有随行。那么至于是9月3号的北京的阅兵，习近平会不会现真身，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好，我们再聊聊北京的阅兵。当年的邓小平掌权的时候呢，只阅兵1次，胡锦涛呢也是1次。现在的习近平已经进行了4次了，而且呢还高调批评日本，宣称共产党才是抗战的真正英雄。但是讽刺的是，官方这一系列的宣传却只能邀请来26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9月3号的阅兵，而排在前2位的更是俄罗斯总统普丁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。那么至于像是西方国家的元首呢，则更是集体缺席。对比10年前的2015年，北京首次抗战阅兵，当时官方宣布出席的外国领导人总共有30人，这其中呢包括欧洲的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乔维奇、捷克总统泽曼、波兰众议长基达瓦布翁斯卡，以及埃及的总统呢塞西、韩国总统朴槿惠、泰国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巴威等。那么还有19位政府的高层代表参加呢，包括有澳洲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纽西兰和英国的代表。在2015年官方列出的名单当中，普丁并没有被列在首位，而且呢，当时的阅兵朝鲜的金正恩也没有参加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，其实北京借由阅兵，一是试图篡改历史的话语权，强调政权的正当性；二是呢，为了扭转民众对于历史的认知；第三就是对内维稳，借此转移经济下行的欧洲论焦点。
再有就是要借展示自己战略武器，对台湾、美国甚至是释放信号。不过呢，中共真的有本事吗？答案就是众人皆知。习近平最在意的应该说就是军队的掌控权，因为呢，他害怕内战权力丢失。对于习近平来说呢，中共军方的外战能力强不强，这个并不重要。他对于军方的最终要求就是，只要内战的时候能站在他的这边，绝对服从他就足矣了。那么中共又是怎么给国人洗脑的呢？49年之前，咱们真的是一穷二白吗？再说到民国时候，我们的历史课本用的最多的2个词就是政治混乱、民不聊生。再说到旧中国的工业史，历史课本告诉我们，当时的中国很多东西都不能自己造，只能用国外的，比如火柴、铁钉。因为他们是从国外来的，所以就叫洋火洋钉，以此来说明我们的工业多么的落后。我们这些当年历史观就是这么被塑造的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傅国勇在《民国商人》一书中写道：1918年，江南制造局已经生产出了3430和3668马力的蒸汽镜，用于大型轮船的配套。1919年，中国第一架设计制造的甲型1号水上飞机诞生。1920年，建成中国第一艘万吨轮，排水量呢可以达到14750吨，一共呢有4艘，当年航行于美国的航线。1929年，中国第一辆汽车在沈阳研制成功。到了1930年的时候呢，中国已经可以生产出了教练机、侦察机海岸巡逻机、鱼雷轰炸机等7种的机型。而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早在1868年就已经产生了。我们再看看企业的第一，范旭东先生在1929年创立的永利制碱厂，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高的纯碱类化工品制造商。1879年，广东佛山县诞生第一家民营火柴厂。1920年，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鸿生火柴公司已经成为名牌产品，一度打入了国际市场。陈条福先生在1929年建立了天津永明漆厂，产品全都是自己研发，行销美、英、日、德等发达国家。1926年，有中国第一完人之称的卢作孚先生白手起家，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。凭借着先进的管理理念，到1940年已经在中国和周边洋面超越了国内外所有的同行。如果没有49年的时局变化，世界船王非他莫属。所以呢，不难看出，在这些让人都叹为观止的成就的背后，是中国的商人，特别是1912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的商人，他们用自身的点点微光，撑起了时代与民族的脊梁。抗战时期，武汉沦陷以后，卢作孚临危受命，组织宜昌大撤退。他自掏腰包，高价雇佣了3000多名工人，组织民生公司的近4000名的职工，用人力把剩下的物资拉过川江。近40天里，大约是150万难民入川脱离了危险。这次的撤退被历史学家评为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。然而呢，实业大王张謇、棉纱大王荣氏兄弟和睦偶出，化工大王范旭东、火柴大王刘鸿生、船运大王卢作等等，这些人直到2016年在民国商人中才被重新提起，才被人们发现它的价值。那么这到底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呢？是啊，如今在中共统治的商人都被戴上大帽子，原本的志向也被折腾得没了。其实呢，中共的特点就一直宣传苦难。从他1949年建政以来，不管中国人的日子好不好过，他都在不停地宣传苦难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够稳稳地统治人民。而他们自己呢，贪污腐败。今年5月，网络流传一张贪官都是怎么悄悄收钱的图文，内容概括了中国贪腐生态中的常见的高中低3个层次的路径。那么这低层级的收漏方式呢，就是收受现金红包、采购回扣、贵金属，以及是各种节日的购物卡。官员亲属开店售卖远超真实价值的天价物品，如茶叶等，等待行贿者来购买，或者呢是家属以抽奖的方式接受开发商提供的1折优惠的房源。那么这终极受贿的方式就是协会方设立奖学金，保送贪官孩子去读名贵的私校。
企业上市前让贪官家属成为股东，上市后立刻抛售股份来套现。海外豪宅呢，按贪官家属的要求进行装修以后，无条件的借给贪官家属居住生活。那么这高层级的社会方式，则是通过投资影视作品、投资股市、币市的方式呢，甚至通过艺术品拍卖，甚至赌场赢钱的方式获取隐蔽的利益输送。有大陆资本界的资深人士曾经指出，中共的红色基因就包含着贪腐堕落的因素。回顾中共的贪腐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延安的时期，当时首任的党魁毛泽东就用性贿赂共产国际代表。中共串政以后，特别是邓小平执政时期，到了江泽民、胡锦涛时期，贪腐的问题是越演越烈，而且一直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。而现任的党魁习近平呢，虽然初期透过打虎方式拿下许多血债累累的高官，但是之后腐败的问题再一次升级，从国内输出到了国际社会、联合国，企图败坏世界，为中共续命。而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呢，他们又是怎样一番处境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